朋友们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修行体系以及修行法门呢，都是让人处理杂乱的心念妄想的。标榜到高深处呢，也是让人达到一念清净的境地。道家呢，将这个过程叫做返本归元。在当下的时空节点，可以说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是处在一个可以随意接触信息，然后进行信息传递的非常便利的一个时代。这种时代呢，有利有弊，有好处就一定会存在弊端，这是这个世界存在的阴阳两极性。好处是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传递呢方便太多了，每个人都可以接入一张特别大的信息网络。但是弊端呢，是我们的精力有限，信息传递的便捷，也使得某些藏于暗处的团体或者说个人，更加有利于散布一些有目的的信息。这个时代呢，是一个世界文化趋向于大融合的时代，会让许多无名凡夫的认知呢更加混乱，更加容易进行信息的洗脑和植入。哪怕是一个一心想要修行的人，看着这么繁多的修行体系，也会眼花缭乱，很难分辨真伪，集体意识被引导来引导去，甚至可以被一只无形的大手随意地翻弄而不自知。面对如此繁多的信息，我们需要懂得信息的筛选。比如你明明只想了解一下面条的加工方法，但无意中呢却被巴黎时装周的模特呢吸引了注意，诸如此类。你甚至很难抽回你的意识，然后去做真正你应该去做的事情。你的力量被抽走了，你的人生荒废了。所以你最需要懂得的是筛选信息，无关信息呢不要去涉及。这个时代的信息量呢，我们一辈子也关注不完。所以你要明白，生命的意义是在于自觉。你最应该做的是把你的意识力量抽回来。其实你看看身边的人，他们每天谈论的事情，关注的事情，甚至你在很多修行的课程班里，都能见到另外一种抓取你们心神力量的形式，让你们更多的精力呢，用来关注外面。大道至简为修行，一化万千是为使用。我们遵循的那个应该是简，而不是用甲化甲，用乙化乙，然后用丙化丙。这是一化万千，而不是说让你沉浸或者说沉迷在这个万千之中，然后去平白的损耗心力。你心力的损耗，成就的是对面的那个人。比如说打个比方，我是一个广告商，创作了一条非常吸引人的广告，然后有1000万人呢被我的广告吸引了，那我的产品就可能大卖。这是我想显化出的结果，利用了你们集体的心力，显化了我的结果。当然，我们生而为人，不可避免的要对境交往。别人借助你的心力呢显化他的目的，你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借别人的心力去显化自己。道家养生里说9窍皆会散气，会损失元气，也就是心力。这里有一个道家的收神法门，可以在适合的环境里面去练习。比如说看电影，多数人都是全神贯注，仿佛身临其境一般，情绪呢也是随着这个故事情节起起伏伏。这种状态呢，就是心神被牵引消耗的状态。而道家的这个法门呢，在于似看非看，就是虽然眼睛在看，但是心里呢不执着于其中，你还是在看电影，知道他在演什么，然后也知道这是电影。整个看电影的过程呢，都保持一个自主自知的全然的觉察的状态。如此一来呢，你的看听闻尝触思都将变成另外一种想象不到的状态。这是道家补漏的法门，但是这个法门呢，其实也很难。话说回来，在这个时代，我们遇到的是与千百年前有巨大不同、巨大差异的这样一个时代。
在这个时代走上歪路的概率暴增。所以佛陀说末法是有道理的。越是这样的时代，越不要外求外信。在不懂得各个体系到底在做什么的情况下，不了解他们的内容到底是什么的情况下，在你不知道该怎么筛选的情况下，那就去找2000年前的经典，然后结合自己的经历来去慢慢验证，这总好过走错路回不了头。或者你上了什么课，然后在哪个社会公认的大师那去听讲，一切呢都只能跟你看经典一样，去用来验证或者说借鉴，是不能直接信的。就像《道德经》里说的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就是说能被说出来的就不是真正的道，也就是说道不可说。如果不可说，那么经典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虽名得道，实无所得，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根本没有一个所谓得道的境界，也不存在所谓的修行，这些是在名可名的视角里才成立的。他们都是方便说，真理是无法以有形物质的状态，然后带到这个世界上的。所以说开口即非道。所以筛选信息最笨也最有效的办法，就是认清这个原理。说道就开口即非道，只能由你自己去实证出来，那个才是真实清醒的生活。其实就是静默如你本来的生活。你见过身边的那些咋咋呼呼的人吧？越是执迷于生活幻境不清醒的人，就越是那样。相反，越安静的人呢，越有机会清醒，越有机会去冷静地看到更多，也越有机会呢去培育自己的心力，去发现表象背后的那个事物。当然，那些忧郁娇弱的类型除外。我说我们需要静下来，不是说让你失去对生活的热爱和激情，这是一种清醒的静。你知道你在体验什么？在这样的静态的心态里面，我们需要具备一个品质，就是顺遂。比如当你看到下雨，那它背后一定是有原因的，是气候的变化然后导致了降雨，这是自然而然的发生。或者自然环境的破坏导致了暴雨灾害。你不喜欢雨，你抗拒它，抱怨它，这就是无名凡夫的状态。我们需要转换意识去认同它，因为它的发生本身是代表了因果律的自然导向。任何人的抗议都无效，内心的抗议只会加重你的执着、习气与错误的观念，加重负面情绪的发生，加重那个迷失不清醒的状态。所以你需要培养一个认同。当你无法掌控这个因的时候，当你已经形成因的时候，那么认同它出现的果。你只有认同才会顺遂，才会真正的平静，才会在这种平静中有机会去觉察到你到底认同了什么，事物发生变化背后的那个力量，那股不可撼动的无上的力量。当你真正静下来的时候，你才有机会觉察到那股周行不殆一切万有背后的那个驱动的力量，就仿佛在黑暗迷雾中出现一道通向真实世界的裂缝一般。但是达成这个状态的细微之处呢，稍有偏差即落邪见，很多人是无法分辨的。这个点呢，就是臣服这个词。我们刚刚也说了要认同，因为我们只有认同了当下，顺遂呢才能发生，才能进入当下。经典教义都是这样教的，很多人也天天在到处去宣扬臣服这个概念。那为什么我说这里有一个偏差的路口呢？打个比方，我坐在外面看着野草在随处生长，甚至有一棵呢长到了我的屁股底下，那我就只能站起来挪个地方，然后呢继续观察它们，让它们自然的生长，然后仍然去专注地看着它们生长的过程，并且想充分地领悟一些东西。但在这个过程中呢，野草四处生长，又长到了我附近，
长到了我屁股底下，然后逼得我呢又继续腾挪，然后又累又渴的，甚至没有精力去好好观察它们。这是一种情况，我没做什么，看上去就是顺其自然。但如果我自己开辟出了一块地，我自己种了一株草，或者说栽种在合适的位置上，甚至花盆里，然后放在这儿，那么我可以不受影响的从头到尾去观察它，满足它在自然界里面所需要经历的那些雨水、土壤等等一切条件，然后让它自由生长。这两者呢，我都是为了看草自然生长的过程，但是状态和结果完全不同。随波逐流或者说任人宰割，看上去像是道法自然、清净无为，但它只是像，我们怎么可能对自己的生命世界放任不管呢？然后美其名曰顺其自然，这两者不一样在哪儿呢？前者少了重音，它不是完整的生命显化之道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说臣服不是让你躺平，不是让你什么也不管、不干预。还记得我说过的吗？臣服不是向生活中发生的内容臣服，不是向头脑中的那些想法和概念臣服，而是向我们内在的自性、佛性，向那个玄之又玄的道臣服。因为我们不是从外在去寻找真相、寻找解脱，唯一的真相就存在于我们的内在。只有这时候，我们的心才会在宁静中升起更深的觉知，这份觉知会带给你更有效的行动。这时候的行动是基于了解的积极能量，而不是基于恐惧、批判、抗拒的负面能量。也就是说，臣服是一种内在状态，它不是说我们不能对外采取任何行动，以此来改变我们的处境。就好比当你陷入泥潭，你不会对自己说我认命了，就让它困住我吧。认命不是臣服，你不需要接受不喜欢的人生处境，不需要欺骗自己说现在泥潭中没什么要紧的。刚好相反，你最需要充分认知到的就是你想要脱离困境，这样你就会聚焦于当下，不会帮它乱贴标签。这就代表了你不会去评断当下，所以你就不会对当下有所抗拒，不会产生负面情绪，你会接受当下的本然。在这之后，你就可以采取行动，想办法让自己脱离困境，直到脱困为止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